梅推开了杨谷，放上了一份补偿协议。见哑巴对着羊肉大快朵颐，屠夫的刀也变得愈发锋利，村民们你一嘴我一嘴的，却没让那仆仆坐享的热锅晋升。张梅拍了拍哑巴的肩膀，原来以集体的利益为重。但哑巴感觉有些烦躁，便准备起身走人。酒你也喝了，肉也吃了，今天这事要是没个结果，走不了。两个人直接动起了手，可屠夫毕竟占据了提前优势，有村民想要上前帮忙，却被那宽厚的长辈拦下。哑巴一次次的还击，可对屠夫来说却伤害不大。他将哑巴摔倒在桌子上，然后就开始拎起了啤酒。翻腾的气泡让他无法睁眼，右手边在桌子上不住的摸索，一瓶啤酒倒完，他也摸到了趁手的家伙。女人震惊，屠夫颤抖，但锋利且油腻的羊骨就这样戳爆了他的眼睛。为了赔偿屠夫，哑巴签了字，补偿款不够，他也只好去矿上打工。可即便是到了这里，他也依旧凶狠。我们别打了，回家打电话说磊子凶了。哑巴想到了一种可能，便直接来到了屠夫家里。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，他的来到并没有引起波澜。哑巴看着人们不顾油腻，对着羊肉大快朵颐，正想如何开口，房间里面就传来了孩子的哭喊声，伴随一声声刀砍斧凿的声响，不安的情绪悄然升起。哑巴不顾女人的阻拦，在房间里搜索起来，看见孩子在地上撒泼，他便摘掉那个超人面具。哎呀！女人看着哑巴，还对之前的事情心有余悸。哑巴见那男孩不是自己的儿子，今天也再次跌入了谷底。在村门口，他正好撞上村长，本想直接掠过，可那村长却走了上来。但不管他如何亲切，哑巴都不给一丝面子，热脸贴了冷屁股，也让村长十分窝火。听说你在凤县那边挖煤呢，怎么样？今天能挣多少啊？哑巴终于离去，可却再次被村长喊住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说是矿老板这个月给的补贴。傻子没有理由拒绝，便上前接过了信封。可是打开之后，那薄薄的2张钞票却让他心里骂娘。他看了一眼村长，便把钱揣进了口袋，随后将信封团成一团，砸在了村长身上。村长拿起池上的矿泉水，眼神里满是不善。推开房门，哑巴看到了患病的老婆。在一番哭诉之后，他才知道儿子是怎么丢的。他在馒头上抹好腐乳，然后将猩红吞入口中，思考了一番儿子可能会去的地方，他便在日历上翻找起来。电话铃声响起，可却没人接听。一个人大口地吞咽着西红柿，香甜的汁水在口腔里横流，过多的汁水沾上衣领，可擦拭过后竟是一片殷红。顺着熟人的指引，哑巴攀上山头，看见铁塔下面的石头，他又知道儿子曾经来过这里，可是如今却根本看不到任何人的踪影。男人到警局报案，警员好奇起了他的尸生。在得知男人好友都很丢了舌头之后，警员也说出了自己的怀疑。你是不是在村里得罪过什么人啊？他高举儿子的照片，希望有人能够帮忙。可运矿的车辆没有丝毫减速，只留给了哑巴一阵阵的浓烟。他只能揣好照片，朝着矿山走去。就说当年他除了得罪屠夫，和矿老板也结下了梁子。狗子户听了大叫，引来了矿上的人。他递过儿子的照片，后面写上死刑的目的。孩子。工人走上来凑热闹，可却没人说话。在上工的铃声之中，所有人都转身离去。工长见他可怜，便给他准备了一顿饭。可他还尚未离去，3台车就开进了矿里。你们都给我，喂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！现在赶紧卷铺盖卷走人。工人们面带不善，带着工具讨说法。可这群人显然是做好了准备，车上下来一群社会小伙。这次看来要干仗了。一声吆喝之下，双方人马就打了起来。只是相比于这些依靠大家吃饭的混混，工人们显然经验不足。哑巴远远的看着，一块石头就冲了进来，还没等他反应，两个扭打在一起的人就撞破了门。工长拿起铁锅照着对面猛砸，可刚把对方砸倒，一个男的就冲了进来。他看了一眼局势，便冲着工长动手。哑巴赶紧把馒头塞进嘴里，然后就冲了上去。没有意外，那男人被哑巴扔了出去。他看着外面打得痛快，一时间上了瘾，先是一脚踹飞一个，紧接着就是扫头，再踹翻一个，他就被一群人堵进了角落。前后都有敌人，他赶快钻进车下，然后拿起一块弓形钢，直接就扔了出去。哑巴拿到了钢管，便不再惧怕对方。皮衣男报告老板，显然是担不起这个罪名。你们别打了，他不是我们放的呢，他是来找孩子的。眼见震慑住了场面，哑巴便掏出了孩子的照片，亮出背面。他们才知道哑巴是什么意思。皮衣男走了过来，说他见过哑巴的儿子。双方停止了干戈，皮衣男则说起了车窗的事，而哑巴稍有犹豫，就从兜里掏出了现金。哎，我操，你这也不够啊！皮衣男借着孩子的由头骗哑巴上车，可明知道这是个骗局，他还是不肯放过这渺小的希望。
左右一边一个大汉，哑巴被架在了中间。三方围堵之下，他们来到了老板的公司。只是这公司里电话响个不停，还有些目光不善的人。拽开了厚重的大门，装修就突然换了风格，皮一哥进门通禀，哑巴这才走进了大门。奢华的装修看呆了哑巴，老板也对他有所了解。听说你孩子丢了。哑巴拿出照片，大老板仔细端详，但细致询问的模样，好像他们真的知道孩子的去向。12号那天，我从矿里回来，在镇上路口看见有个小孩在那站着，我还纳闷呢，天都要黑了，这孩子怎么还不回家呀？皮一男话说了半截，并不能确定那是不是照片上的孩子。哑巴写上了儿子的名字，然后就将本子递了过去。大老板的手尴尬的停住，心里已经有了怒火。他看向那名字的时候，哑巴也注意到了墙角的门，隐隐出现的眼睛属于一只死去的山羊。大老板循着望了过去，皮一男也赶紧关上了房门。老板问你话呢。你是五分村的？老板问了很多问题，哑巴也一一回答。他始终都注意着那个房门，可皮一男却目光不善。你让矿上的人都留意着点。好，行了，送他回去。出人意料，老板并没有索要车窗的钱，这种怪异的举动也被他的招揽所隐藏。你孩子长大了，矿上来干吧。哑巴没有多想，拿起照片就走。只是门口的停顿说明他还是心有不甘。那两个家伙还一直跟着，果然异想同生。不会说话挺能耐，破玻璃不用你赔了，这顿打你小不了吧？下回见了爷躲着走，听见没有？跑车在村门口停下，哑巴被人下了车，他一瘸一拐地走进大门，正想碰到邻居离开。那天晚上找磊子回来，我看见东面山沟里停一辆车，我看着也不像咱村的车，第二天就不见了。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便直接将邻居拽进了屋。在日历上一通翻找之后，他找到了那个车型，不是越野车，是一辆银灰色的轿车。邻居翻动之下找到那辆车型，希望再次破灭。哑巴也愣住了神，他整夜未睡，一直在思考着门后的东西。而大老板工作包里的稻草，一根缺失箭头的弩箭，也在隐喻着什么。妻子拍打着他的后背，然后就传来了啜泣之声。他打印了儿子的寻人启事，希望在大海中能够找到钢针。看着那盯着超人的男孩，他总是能想起自己的儿子。他开始在大街小巷张贴，却又迎来一个超人。屠夫的儿子看不懂文字，却认识那上面的照片。哑巴没能骑着摩托，转眼就看到了那个男孩。他摘下超人面具，好像要将其物归原主。他在镇上分发寻人启事，可却根本没人关心。那白纸上的一个个脚印，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看到了熟人，眼看对方从眼前经过，他赶紧拿上了别人的头盔，然后跟了上去。一番跟踪之下，对方就走上岔路。那皮衣男看着后座不断的催促着司机，可是偏偏这时车坏在了半路。皮衣男放水之际，哑巴也跟了上来。他提好裤子，警惕着盯着哑巴。但搞笑的是，哑巴的摩托也坏了。他们远远的看着彼此，可皮衣男却看不清他的模样。正当他有所提防的时候，哑巴却搞起了人工助力。如此搞笑的一幕，也彻底消散了他的戒备心。可他推车的时候，哑巴已经来到了近前。他拿起扳手，已经准备好了复仇。司机下来帮忙，可也被哑巴的气势震慑。他一个虚晃，司机就落荒而逃。原本哑巴就是报仇，可无意间却发现车厢里的麻袋。上车时头盔碍事，他又把头盔摘了下来。直到这时，皮男才知道他是谁。摸索一番，哑巴知道这是个孩子。可远处传来的呼喊声，他根本就没时间确认是不是自己的儿子。扛上麻袋，他就准备离开这里。哑巴一路狂奔，混混们也追了上来。可是，一番左拐右拐，他们却丢失了哑巴的踪迹。而哑巴则顺着矿山上的沟河，发现了一处矿洞。那深不见底的幽黑让人恐惧，可他还是走了进去。老板接到了消息，知道孩子丢了，可是这个孩子并不是哑巴的那个孩子。薛律师，你终于赶回电话了。我娘是不是在那？我的东西在你手上吧？哑巴再次失望，可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他闻了闻捂住女孩的毛巾，刺鼻的气味瞬间就传入了鼻腔。矿洞里传来了闷响，是那群混混沉重的脚步声，似乎是有所感应。哑巴转身看向身后，一只羊头影影绰绰地出现在了黑暗之中。他翻找到了女孩的学生证，便赶忙要拨打家长电话，可是矿洞深邃，根本就没有信号。他只能走出矿洞，这才将电话拨了出去。可是哑巴无法出声，律师便打了过来。一番追逐之下，哑巴已经穷途末路。他边跑边发送短信，律师这才知道了原委。
电话再次响起，这混混找到了哑巴的电话，他威胁要哑巴把女孩带回来，然后就上车准备去他家。村长站在山坳上，就好像望夫石一般，见到哑巴远远跑来，他赶紧凑了上去，那嘘寒问暖的样子惹得哑巴十分烦躁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他又知道是谁把自己的电话给了混混。哑巴捡起石子，先放了通风报信的村长，一番猛踹之下，他也没能发泄出心中的愤怒。村长一声呼喊，混混们就驱车赶来，哑巴来了最后一脚，然后就夺路而逃。可是人哪能跑得过汽车？哑巴抄了近路，混混也跟了上来。哎，有没有看见一个男的跑过来？他大汉缓缓起身，竟然是村里的另一个狠人。见到一个凶狠的独眼汉子，皮南也有些恐惧。混混们离开之后，屠夫上了汽车，他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又看了一眼走远的混混。都走远了。哑巴猛然起身，他回来喘着粗气，得知哑巴还没有找到孩子，屠夫便骂了句废物，把哑巴放在约定好的地点，屠夫就开车离去。电话突然响起，却不是约定好的律师。张宝民，我实话告诉你啊，你儿子在我们手上，你要想见你儿子，你赶紧把那女孩给我还回来。哑巴如坠冰窟，再次想起那扇黑门，他等不及那个律师，便匆忙的大步离去。哑巴正朝着矿上行进，律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拖拉机噪音巨大，哑巴并没有听见。大老板淡定地享受着羊肉，皮南却紧张的不行。老板最爱的切肉鸡突然报名，终于打破了这紧张的气氛。好像卡了根骨头。他攥紧拳头，走进了办公大楼。和白天的繁忙不同，此时这里正坐着一群混混。是他吗？不像，没戴眼镜。一个混混上前问哑巴找谁，他缓缓地侧过脑袋，发现对方人数不少，然后一声不吭就转身离去。这哥们是不是有病啊？来，跟谁了？他手提垃圾桶宛若战神，对方人数众多，他也丝毫不惧。刚刚开战，对方就迎了上来。他即便在幽梦也挨了不少的打，好在他身手够好，很快就来到了大门前面。悠扬的交响乐中，老板十分焦虑。刚让他知道是手下拼哑巴，说儿子在他这时，老板瞬间就被点燃了怒火。他掐灭烟头，然后拿起了烟灰缸。他没有停下，反而低下身子，然后抓紧烟灰缸，一下下的砸了下去。哑巴这边还在战斗，好在他并未倒下。一番踢踹之后，对方已经没剩下多少有生战力，那家伙已经没了反应，只是身体在不断抽搐。老板摘下掉落的假发，然后就拿起了桌上的网子。一番鏖战之下，他朝自己的目标进发，可老板竟然出现在了电梯，他甩了甩自己的假发。他走进公司，可却十分淡定，顺着战斗的痕迹，他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门口。混混们横七竖八的躺着，嘴里也发出了呻吟之声。房门缓缓打开，哑巴正在朝那扇门前进。在打翻一人之后，才发现他的脸上已经挂了彩，可是目标却坚定不移。哑巴并没有昏死，反而死死地盯着那扇房门。律师到羊肉馆充电，屠夫的儿子却找了上来。那拉弓射箭的动作看让律师颤抖不已，他好像真的化身成了超人，痛斥着世间的罪恶。律师赶忙跑了出来，可是一回头却愣在了那里。男孩的寻人启事就挂在墙上，看着他五味杂陈，甚至看清了上面的电话号码，他才知道救下女儿的是什么人。哑巴被死死按住，满眼怒火地盯着老板。他轻描淡写地打开了房门，然后任由这家伙冲了进去。哪知道打开灯光，这里竟然是一间陈列展馆，各式各样的箭头和弩箭，也说明了它的其他作用。哑巴穿过布置好的干草丛，也没能发现儿子的身影。所有的希望都在此刻幻灭。他和老板面对面地坐着，老板却没了之前的愤怒。他细心温柔地解释着一切，诉说着所有误会。你女儿在哪儿？那律师找上了哑巴的家里，可以掩饰着自己的目的。一番交流之下，女人也有了怀疑。你跟他打电话说的？我们发短信说的。公司被搞得一团糟，老板也没有计较，刚打算追问女孩的位置，哑巴的电话就响了起来。张宝明啊，你能听见吗？我女儿在哪儿？你发短信告诉我好吗？老板用他的手机编写短信，然后发送给了律师。他一开始绑架女孩的目的就是逼着律师现身，现在目的已然达到，他也就不再需要哑巴。老板一片片地摘下自己的假发，哑巴就那么的看着。律师被约进矿里，老板也驱车赶来。哑巴奋力的挣扎，才看清了自己在哪儿。而老板已经戴好了手套，甚至还罕见的戴上鸭舌帽。一番摸索之下，哑巴摸到了一个东西，触摸之后才发现，这竟然是个锋利的箭头。律师先一步到达，便大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，可他不知道女儿正在隐隐哭泣。他看向了矿洞深处，就在他恐惧的微微颤抖时，里面接连抛出几块石头。老板停下豪车，准备将哑巴扔在这里。哑巴跳下豪车，对着老板一通猛踹，撞过之后，他就一路奔逃。或许是命中注定，他和律师跑到了一起。张宝明，
张国平！女孩拿起那块石头，黑暗深处也有了响动。在女孩震惊的目光中，一个男孩走了出来。直到哑巴跑不动了，律师才有机会表明身份。哑巴拿出女孩的校牌，律师询问女孩在哪，两人艰难起身，准备去寻找女孩。都别动！老板缓缓靠近，两个人却表情不同，愤怒的没有退却，因为那工农秒向律师。把东西还给我，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。什么东西？律师想替哑巴开脱，可老板却直接拒绝，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，谁都不能离开这里。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呀？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你是律师，你当然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当做证据了。律师瞬间心虚，不自觉地看向了哑巴，而哑巴在右脚悄悄移动，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。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他儿子丢了。律师刻意把重音放在儿子上，这搞得哑巴也一头雾水。本来想走，可现在却愣在了那里。别动，否则的话，别动！你还想杀了他？警铃声突然响起，所有人都被吸引了注意。哑巴趁机出手，直接撞开了律师。随着警车停下，世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哑巴转头看向胳膊，可却不知道这是老板的刻意留手。老板手握复合弓，可哑巴却丝毫不惧。他带着对儿子的希望和老板打成一团，可是一个失足，两人竟双双滚下山坡。哑巴才刚刚起身，就被老板锁住了喉咙，挣扎许久也没能摆脱。他便摸向自己的口袋。哑巴对着老板一通胖揍，可就被律师拦下。他担心女儿的安危，却不知道他此时已经被男孩救出。而老板看着熟悉的箭头，一时间也陷入沉思。本来还抱有希望和庆幸的律师，却在靠近矿洞时产生了变化，那一脸的局促不堪和恐惧，静谧的黑暗甚至要将他吞噬一般。哑巴看着自己的伤口，并没有注意到律师的变化。等他反应过来，律师已经跑进了矿洞。他抱出女儿的尸体，不断的呼唤着她的名字。哑巴就那么远远的看着，而律师也陷入悲痛。爸爸，他无力的跪在地上，将女儿紧紧的抱在怀里。哑巴好似心有所感，眼眶里也噙满了泪水。律师突然停下了动作，看向了怀里的女儿，失而复得的情绪交错。他却并没有太多的表现，只是和哑巴遥遥对视时，他看到了羡慕和不解。他又无力的坐在地上，疲惫的满眼绝望。他抬眼看了一眼老板，然后打算掠过，可是一句警察来了，他却停在了那里。怎么办？你还有女儿要照顾，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。律师转过了身，心虚的看着老板。女儿睁开了双眼，又看到了那个带走自己的身影。哑巴不顾手上的鲜血，打开那一沓寻启事，对着儿子的照片不断摸索，却不知道儿子就在身边。我知道非法采矿这个罪挺严重的，我就派人去找律师，认识了徐文杰，他请我帮他打赢这个官司。我就跟他说，如果这个案子全部能摆平的话，价钱随他开。我拿到资料以后，私底下找到案子几个重要证人，买通了他们在法庭上做伪证。他把一切都打点好了，判决结果一出来，就是交点罚款的事儿，我挺满意的，很痛快的就给了他50万现金作为酬谢。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没有了。再想想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没了。老板吃真空羊肉，他俩绞肉碎肉鸡，屠夫儿子喝污染井水，正义只在电视屏，戳瞎左眼，被戳伤的铜像都能包庇，要断舌头，被救助的律师却不敢发声，靠蛮力垒不成金字塔，靠假上变不成兔子妈，超人面具如同两斤重，送不回原主，荀子高手像是招魂符，在风里飘摇，真相埋进泥土，藏入山洞，终于再无人知。大张，这一天画啥呢？这是？我跟你说话呢，进去吃饭去。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